3DO。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。UP 主之前做过很多投票，但是只要里面提到据点，他肯定是倒数第一。投大家最喜欢的派系，据点倒数第一。投英雄排名的更新顺序，据点还是倒数第一。为什么据点是万年倒数第一呢？我觉得有2点原因。首先就是据点全兵种的整体质量非常差。原版的话，据点所能倚仗的只有雷鸟和比蒙，深渊号角多了个独眼，算是加强巨大。但即使是现在据点全兵对决的话，它能被地狱按在地上摩擦。其次，据点的英雄由于都是些大耳怪、食人魔，所以说颜值普遍很低。咱举个简单例子，让一个从来没有玩过的玩家给他一个格兰切尔，给他一个塔里斯，他会选谁呢？长得丑，兵弱，这就是玩家不喜欢据点的原因。虽然据点的英雄普遍都很丑，但是他们整体质量还是非常过关的。但是该有的挖囊废鹰眼特也是从不缺席。第16名鹰眼特奥利斯，游戏里面的鹰眼特都是乌鸦一般黑，除了开局的部队不同之外，他们的技能数也不一样。据点的战斗法师在法师职业里面基本仅次于亡灵巫师，他出进攻防御的概率都很高，出后勤的概率甚至高达9，仅次于魔鬼。但是即使这个职业非常强，奥利斯也依然是一坨大便。本来据点初始的部队战斗力就差，他还带个玉器奇术，放据点里面就是万年倒数第一。第15名百发百中特祖兵。俗话说有车无证，他好歹有个车，但如果有证无车，你还得多花2500金币给他买个车。偏偏好巧不巧的是，据点自家的弩车特非常的支棱，你这个有证无车的可能万年上不了场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百发百中这个魔法可以对弩车生效，弩车相当于一个4级兵，弩兵在学到高级器械之后，给弩车释放的话，可以加8点的远程攻击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祖兵也是可以用一下的呢？事实上，深渊号角还好一点，如果是原版的话，据点只有一个远程兵，那就是弩车。战斗法师什么都好，就是它的属性成长过于水桶，真要玩炮车的话，完全不如野蛮人。所以说阿祖只能遗憾的排到15名。第14名魔力特戈德。虽然在据点这种派系里面有个魔力特显得有点滑稽，但是你不得不说，单从戈德这个英雄来看的话，他没有什么槽点，人家就是一个技能数不错的魔力特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没有槽点不代表他好用，像战斗法师这种水桶妖英雄是用不到魔力的。在据点这里，你开局带个魔力还不如带个侦察，带个领导。开局的魔法是一个嗜血奇术，这个魔法在前期开荒的表现全程不如圣杯。戈德正如同嗜血奇术一样，全无亮点。第13名宝石特赛瑞格。如果他换身衣服去塔楼上班的话，我觉得排到前5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在据点眼里，宝石还不如石头重要。据点所有建筑除了魔法塔之外，它也就只有升级食人魔堡垒的时候需要5个宝石，至于水银和硫磺那是全程不需要。赛瑞格的特长应该改成加1石头或者加1木材，这样的话排名就比现在高了。至于开局的技能，你带一个干扰和带一个领导本质上都不属于偏了。据点的英雄阵容是非常强的，严格来讲只有一个鹰眼特奥利斯开局技能偏了。赛瑞格本人是个食人魔，开局会个嗜血也很合理。第12名食人魔特维尔。这位同志在深渊号角里面给他换了个头像，因为在原版他和大耳怪妈妈格兰切尔的头像基本完全一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格兰切尔是个大耳怪，他是个食人魔，物种都不同，换个头像很有必要。食人魔在据点里面基本上是不会先出，就算你想先出20个木材也够你喝一壶的。他在据点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后期决战兵种。好在维尔开局的技能非常支棱，有一个魔法神剑，但是1点力量1点知识的魔法神剑有没有用那就两说了。但无论怎么讲，比开局带个玉器奇术好多了。第11名食人魔特克洛林。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食人魔这个兵种居然有2个兵种特，博拉格表示算上战役英雄的话还得再加一个。野蛮人这个职业说句人均超模不过分，初始4点攻击，而且人均带着进攻术，和一般攻击力为0的法师相比，相当于开局就带了一把火神剑。那么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就是据点的前3级兵基本都是没出些东西啊，万浪费。如果把据点的这些英雄复制粘贴到地狱，他能把地狱整个的给带起来。像克洛林这种英雄，你就算忽略掉他的特长的话，凭借着超高的攻击力，开荒也有2把刷子。但是克洛林作为一个食人魔，吃的东西非常杂，毕竟食人魔想要保证口腔卫生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屏幕前的观众都是高贵的人类，
要想保证口腔卫生，就需要萌芽家的王者冲牙器。有个好东西必须和兄弟们分享一下，它就是萌芽家的王者冲牙器。我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它就有点像那个高压水枪，牙缝和死角的清扫都是分分钟的事。权威的书籍也认可了冲牙器，并推荐我们使用。萌芽家每支冲牙器都经过严格36道检测，他家对质量很有自信。要是1年就用坏了，你直接扔了就行，反正他家不会给你修，省得麻烦，直接再寄给你一个新的。当然啊，如果你用3、4、5年才坏，他也能给你半价换新，反正玩的就是一个终身售后，这也是我强烈推荐的原因。质量真的没话说，现在每次饭后都习惯用，能冲出来很多渣渣不说，我感觉我的牙垢都不长了。我记得我以前抠后面大牙是会有白色软垢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？就是那种臭臭软软的，牙刷还刷不掉，每次我都是用指甲抠下来。可能有兄弟说花重金买个电子牙签太浮夸了吧，说过几天等他自己出来，求你了，千万别等他自己出来啊，你那个嘴棒臭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这牙缝养蛊呢。怎么说呢，100-200的冲牙器确实是牙签的几十倍，但是平摊到每天也就只有2毛钱。关键现在去医院看牙是真的贵，光一根根管治疗的钱都可以买20支王者了，至少长期来看冲牙器还算是一份投资理财呢。反正现在我是真的离不开冲牙器了，给你们示范一下。它用法就是放进嘴以后 M 型移动，你看啊，它喷头是360度的，冲每个角落都不费劲。档位有3个选择，给你感受一下区别。水箱的话是透明可拆卸的，非常卫生，而且它水装满刚好是我一次的用量，放心用就是了，全身都是防水的。最关键的是它还有45天续航，出差旅行寒暑假都可以带着，反正不用充电我就开心。我这里有咱粉丝专属福利，机子到手才199，想体验的朋友记得先在评论区领取优惠券哦，送自己送家人都是不错的礼物。第10名，独眼巨人特约克。原版的据点由于独眼巨人需要20个水晶，这就导致独眼巨人是一个不存在的兵种。既然特长的兵种不存在，那么约克也自然不存在。深渊号角里面20个水晶不用了，而且还多了狼骑哨塔，击败饿狼斗士之后给你独眼巨人，这就使得约克摇身一变进入了前10名。独眼巨人在没有升级之前性价比很高，但是在升级之后就找不到性价比了，并且现在建设独眼洞穴不需要水晶，但是升级需要。约克特长的话，独眼巨人增加一点速度，达到7点。作为一个7速的射手，速度方面就没有短板了。初始自带的弹道术也能让友方的独眼巨人专心砸人，但与之相对的，由于约克开局没有剑术，这就使得他对独眼巨人伤害的提升可以忽略不计。不过好在独眼巨人现在可以正常建造了，用约克首发先出独眼巨人也未尝不是一个新打法。第9名，大耳怪特格兰切尔。尽管作为一个1级兵特，它和小怪物特一样费拉不堪，但好在大耳怪虽然战斗力不行，但是性价比很高。深渊号角里面大耳怪的初始数量也没有变化，像这样本来就不如洞穴人战斗力高，带的数量还不如人家沙克特多，这样的一个1级兵特属实没有排面。如果玩家非常擅长使用独眼巨人的话，它的排名要在约克后面。放在据点里面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你无偿提供一些炮灰，除此之外实在不是一个适合首发的英雄。第8名，杰巴克斯。这是一个被特长兵种拖累的英雄，明明是个伊沃配置，但偏偏排到第8名。据点的开荒一般分为3个思路，正常是赶紧出大雕升级雷鸟，追求上线的话你升级狼骑，第3种依靠半兽人去开荒。这3种思路因人而异，我就不再评价了。反正据点每次投票都是倒数第1，玩家也不是很多。如果你是个新手的话，直接拿雷鸟莽就完事了，半兽人拿来开荒没什么不好，但是用雷鸟大杀四方可以更加的海阔天空嘛。这就体现出半兽人的尴尬之处了，因为 B 槽的前置建筑没有兽人塔。深渊号角的据点英雄加强最大的不是约克，而是杰巴克斯。由于他开局带个剑术，你会发现他带领的独眼巨人杀伤力要强于约克。半兽人虽然战斗力差一点，但好歹对标洗衣工，你把它当成一个2级兵来看还是没问题的。再加上独眼你可以正常的出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据点的2级兵、6级兵都是远程，剑术的价值一下子就升高了。玩据点的话，你选杰巴克斯出去开荒也很省心，但是作为一个兵种特，它很显然不如西娃。任何派系核心兵种的兵种特都是质量很高的。瑞斯卡表示，真的吗？西娃的大雕还有雷鸟可以提升1点速度，这样的话他的雷鸟就可以100%的1回合下底，能下底的雷鸟再搭配上超高的攻击力，玩起来就2个字，舒服。当然这又不得不再请出英3第1劳模参照物戴斯了。
西娃和戴斯的整体质量也是差不多的水平。西娃的优点是大雕的核心程度强于牛头，而戴斯是提升的数值比较多，开局的技能比西娃好。戴斯在第8，西娃在第7，据点的整体英雄质量可见一斑。第6名，狼王塔洛希尔。这里有朋友好奇，咦，你不是不喜欢用狼骑开荒吗？他怎么排名这么靠前呢？事实上，狼王的真正威力并不只局限于用狼骑开荒，开局进攻加战术，你就带雷鸟，它也是非常爽呀。至于开局的兵力方面，大耳怪数量不多，半兽人总价格也不高，所以说相对一般的2级兵特，塔洛希尔的开局兵力没有劣势，并且开局的进攻加战术也要远胜神秘和侦察，每日一匹了属于是。据点做完，下一期咱就更新塔楼，大家多多点赞投币。塔罗希尔不同于杰巴克斯、狼骑，脆就脆点吧，输出是真不含糊。并且据点作为一个快攻强族，前期非常依赖于战术，无论你喜不喜欢狼骑，这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将领。第5名，肯洛哈格，据点的门面，他就像塔楼的索爷一样，很多玩家第一次玩据点选的就是肯洛哈格。如果说泰泽是游戏里面最硬的盾，肯洛哈格毫无疑问是全游戏里面最尖锐的矛，进攻术搭配上超高的攻击力，而据点的7级兵恰恰又是可以降低敌方防御的比蒙。你可以说肯洛哈格开局终极进攻术技能容易偏，你也可以说肯洛哈格缺少防御手段，但是你唯独不可能质疑肯洛哈格的伤害。如果他前2级提升的都是攻击力的话，肯洛哈格在3级就相当于装备了一把泰坦之剑。据点的第1核心雷鸟虽然什么都好，但结合他的杀伤力还有攻击力来看的话，如果不是据点英雄带队，伤害也就那样。肯洛哈格这种人一旦去地狱，你就会发现大恶魔这个输出真的是够劲儿呀，这火爹输出怎么这么高了？地狱犬我之前没记得伤害这么高呀。简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去地狱能把地狱整个带飞的英雄。他和泰泽相比呢，缺点比泰泽少一点，但是上限不如泰泽，能和泰泽比的英雄排名一定也低不了。尽管他是据点的门面，但真要得劲儿还得是第4名特洛克。俗话说，开局带战术的法师都是好法师。开局战术不算，他还有个加速，哪怕第1天你在战术推进之后再给大耳怪套个加速，他就能直接够到敌方远程兵了。你要想用狼骑开荒呢，人家有战术还有加速，塔洛希尔能够干成的事情，特洛克也行。你要是喜欢半兽人开荒呢，人家有战术可以把半兽人保护一下。特洛克在塔楼扮演着一个多面手的角色，属于那种上限高的离谱，下限也有保证的英雄。依照我对这个英雄的喜爱程度，我都想给他排到前3了。但是眨眼一看，据点的前3实在是过于拥挤。第3名，进攻特甘德鲁。虽然甘大妈攻击力的成长不如肯洛哈格，伤害也没他高，但是甘大妈4系魔法都能学。据点这个种族说实话是非常需要水系的，偏偏野蛮人不能学。野蛮人不能学不要紧，战斗法师可以。甘德鲁是目前最稳定的进攻特，去其他派系都是座上宾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开局的魔法是迟缓，天哪，他真的是太完美了。你特洛克是加速，我是迟缓，我也不丢分，这就使得特洛克无缘前3。第2名，格大炮格尼森。照理说，一个弩车特是不可能排到第2名的，但是格大炮和飞瑞一样，对于本族来说非常重要。据点是一个快攻派系，而且非快攻不可，它是一点后路也没有。你像壁垒，就算不玩快攻，人家好歹有个金库，老树和矮子后期决战也有保障。要塞就算不玩快攻，人家有坚固的城防，后期也有蛮牛和九头，厚度远超据点。至于新出的工厂，你愿意叫我快攻派系，我不反驳，我2个7级兵可不是吃干饭的。所以说玩据点的宗旨就是让游戏没有后期，带入这个前提的话，前期非常强大的格尼森完全有资格排到第2名。他初始4点攻击，他的弩车伤害是10到15，运气最好的话，他前2级增加的都是攻击，学到高级炮术，这样的话他的弩车伤害是14到21，射直箭的话一轮可以造成56到84点的伤害，如果是射一些小脆皮，伤害破100也不是不可能。简单来讲，他的炮车比你开局带几个半兽人要强得多，开荒效率也不是杰巴克斯之流能够碰瓷的。尽管港口城杰里米出现之后，格大炮略显小丑，但是很多时候你不能因为你的对手厉害，你不如他，你就是个挖纳费。格尼森的伤害已经在所有弩车特里面做到最好了。如果说格尼森只是前期非常生猛的话，那么第1名德萨则是任何时期都是 T0 神将。3大后勤特里面，耿健将不能出水，凯林不能出火，而德萨作为一个法师，4系魔法都可以出，
代价就是前期的开荒不如那两位。后勤特放在任何派系都很强，更不必说据点这样的快攻派系了。据点是一个拖到后期完全不能玩的派系，德萨跑得快，格尼森伤害高，真要设计第一名的话，那就是他是一个野蛮人，开局带着后勤加炮术。飞瑞表示，我把2点防御挪在攻击上，这不说的就是我吗？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据点这个派系，兵种平均质量非常差，玩据点前期没有飞速扩张，后期你看不到希望，但与之相对的英雄质量非常好，他们有1个后勤特，还有2个进攻特，甚至还有1个伤害最高的弩车特。在原始种族当中，除了元素和墓园，恐怕只有据点能够和地下城摆摆手腕了，至于塔楼地狱那都是泛泛之辈，不值一提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